今天，我们和沈建清约好在村寨里四处走走，拍摄一些照片，留作调访的记录与证据。一直快要到约定好的时间，他们三个都还没有收整好。我一边在1楼小长廊调试相机，一边等着他们。幸好我的相机有备用电池，我也带了充电宝，只要节省电量，再顶个10天8天的肯定不成问题。我可以看看这个吗？沈建清盯着我胸口的相机，黑色的眼眸熠熠生光。我当即取下来，这个是照相机，你见过吗？照相机，沈建清呢喃着，我在洞江苗寨看到过别人用，但是我不敢去接近那些人。这几天，或许是我们和沈建清待久了的原因，他的汉话进步神速，语音语调总算不那么奇怪了。虽然有时还会磕巴，但发音却标准了很多。我说，这个呢，可以把你看到有意义的或者漂亮的，自己喜欢的画面留存下来。现在我们还可以看到几百年前拍摄的照片，了解几百年前的故事。沈建清不可思议地看向我，用高高扬起的眉毛来告诉我他的惊讶。对上他秀美异常的脸，我突然想起了那张我无意间留下的照片。我给你看个东西，我说着，按动相机的相册界面，很快就调到了那张吊脚楼下沈建清留下侧脸的那张照片。我一直以来想要把这个照片给他，今天终于达成所愿。沈建清的眼睛瞪大，这是我怎么不知道？他说着，脸却慢慢红了起来，纤细的睫毛微微颤抖，眼里波光流转，默默地看着我，漂亮的能够蛊人似的。我猛觉自己的所作所为很容易产生歧义。才说完把自己喜爱的东西用照相机留下来，就把拍下来的照片给沈建清看。他不会以为我在暗示什么吧？我手忙脚乱地解释，这个照片不是我有意拍的，就是无意间看到才拍下来的。你别多心啊。是这样吗？沈建清脸上肉眼可见的失落闪过，却勉力笑着说，你可以教我怎么用吗？当然可以。我凑近沈建清，把相机举到他面前，你拿着试试。沈建清很感兴趣的样子，接过来一番鼓捣，胡乱地在各个按键上一番乱按，可屏幕依旧黑暗，连机都没有开。他神态专注认真，因为太过年轻，脸上似乎还有未长成而残留的稚气。沈建清整个人透着股天真感，这么把玩相机的模样让我莫名想到了拿到一个新玩具的小孩。沈建清晃了晃相机，转头向我求助，怎么没有动静？我的眼睛被他快速转头而微微颤动的银饰晃花了，心也跟着颤了颤，躲闪开目光。我盯着相机说，你要先长按这个。说着，我用手指点了点藏在相机机身侧面的开关按键。沈建清顺着我的指引，手指却若有似无地擦过我的掌心，触感微凉，带起微微的涟漪和酥麻。沈建清的手指白皙修长，骨节分明，指甲红润健康，可我却注意到，他五指的指腹布满了老茧，食指的关节处还有细小的伤口。那伤口奇怪，是2个小圆点，不像是割伤，倒像是虫类的啃啮伤。李玉泽，李玉泽，沉而不闷的声音响在我耳边，也把我的思绪拉了回来。沈建清关心地说，你怎么了？看着我的手发呆。不好意思，可能是太困了。我给自己找了个蹩脚的借口。我给你演示一遍，你再来试试。我按动相机，调试到照相模式，一步一步地告诉沈建清应该怎么做。好，看好了你要拍的东西，
然后按动这个地方。我演示着，沈剑清专注的目光随着我的动作而不断转移。我把镜头随意朝向吊脚楼的一角，然后按动快门，咔嚓，画面从此定格。诺，你看，是不是就拍好了？沈剑清惊喜地接过相机，凝视着那定格在画面里的吊脚楼。我的角度刚好拍到了他紧闭的卧房大门和推开一角的竹窗。青灰的色调下，吊脚楼宁静安闲，真神奇。沈剑清挑着眉，按照我的示范捣弄起来。他脑子很聪明，我只演示了一遍，但他却已经学会。沈剑清紧盯着相机屏幕，左右寻找着他喜欢的风景，我就由着他去了。李玉泽，他忽然叫我以为有什么事情，下意识转头看去，结果咔嚓一声，画面定格。沈剑清挪开挡在脸上的相机，眼里都是狡黠的光。他把屏幕转向我，得意地说：“你看我拍的怎么样？”屏幕的画面里，我满脸错愕地盯着镜头，背景里密林萧萧，光线昏暗，像幽深而不见底的眼睛。整个画面唯一的亮色竟然是我身上的白衬衣，说不出的诡异。你拍得很好，我硬着头皮夸。沈剑清得到肯定，眉眼彻底舒展开，笑得欢喜满足。可这个时候的我并不知道，沈剑清的镜头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，都是我午夜梦回里最恐怖的梦魇。这时秋露三人姗姗来迟地从楼梯上下来。我们来迟了，来迟了。温玲玉慌慌忙忙，苦笑着说：“昨天真的太累了，今天睡过了头。”秋露撇着眉，瞪着圆圆的眼睛，满半是歉意半是玩笑地说：“都怪你们把床铺得太软和了，一躺下就根本起不来。”我无奈并且已经习以为常。徐子荣站在秋露身后，说：“你们两个在做什么？”拍照，教沈剑清拍照，他很感兴趣。秋露说：“小沈，你就是没见过这些，等以后你来盐城玩，我带你见识更有趣的东西。”沈剑清不置可否地挑挑眉。昨夜下了一场小雨，今天的空气潮湿清新，泥土的气息浮动在鼻尖，田垄间的小路泥泞难行，我们频频打滑，温玲玉还差点摔进了路边的田里，幸好我在他身后眼疾手快地扶住了他。没事吧？沈剑清回头，视线落在了我还扶着温玲玉肩膀的手上，那眼神不带任何情绪，一瞥而过，但我却敏锐地感受到了一种名为不满的情绪蕴藏在那双眼睛里。在脑袋反应过来前，我的手已经先一步收了回来。穿过开垦出来的田地，就是一片宽敞的堤坝，堤坝边正好有几个女孩在玩耍，她们看起来都很年轻，约莫15、16岁，其中一个很眼熟，正是我们之前见到的那个小女孩儿。她一看到我们，眼睛就亮了亮，站起来冲我们招手，脖子上的银项圈随着动作而不断晃悠。阿娜，阿娜，这一定不是在叫我们。沈剑清蹙眉，唇紧紧地抿着，目光沉沉，没有回应。那女孩儿摆脱伙伴，一溜烟跑过来，亲热地抱住了沈剑清的胳膊，嗓音甜甜：“阿娜。”我估摸着，这个阿娜就是苗语里面哥哥的意思。之前沈剑清还说和这个小姑娘不熟悉，但看小姑娘的热情劲头，可不是这么回事。那小姑娘叽里咕噜地对着沈剑清说了一番话，然后纤细的手指向不远处小坡上的吊脚楼群。沈剑清不耐烦地摇头。小姑娘见状，撅起嘴低低地说了句什么，只这一句，沈剑清就无声地叹了口气，
然后缓慢地点点头。小姑娘登时又欢喜起来，拉着沈剑清的手就要往前走。她身体因为用力都倾斜了起来，像个努力耕田的小黄牛。沈剑清挣脱了小姑娘的拉扯，回过身无奈地说：“我有些事情不能陪你们一起了，你们自己四处看看，但是我很快就回来，别走远了。”那小姑娘还在叽里咕噜地发出催促的声音，最后干脆直接拉着沈剑清就跑。我看着沈剑清充满拒绝的背影，想来他并不情愿跟着那个小姑娘走，而且虽然听不懂他们的对话，但看沈剑清的神态，开始应该是拒绝了小女孩的，但最后又因为什么原因妥协而跟着他走了。别人的隐私我也无意探究，现在只剩下我们4个大眼瞪小眼。堤坝上，那个小姑娘甩下的几个玩伴好奇又胆怯地看着我们，最后嘟嘟囔囔的一窝蜂跑走了。他们还是很害怕我们啊，徐子荣说。秋露叉着腰，沈剑清走了，我们就自己看看，反正还乐得自在。我说，那就我们自己在这附近等他吧，沈剑清应该很快就能回来。3人自然同意。秋露和温灵玉在堤坝边坐下，把脚垂在池塘边，不时踩着水。过来坐啊，秋露招呼我。我说，我四处去看看。秋露撇撇嘴，对温灵玉说，不就是农村吗？有什么好看的？其实和别的农村也没什么区别。我还是有区别的。温灵玉配合秋露的卖关子，适时追问。秋露笑笑说，这里没电没网，无趣得很。2人最后笑到了一处。我和这些女生没什么好聊的，便顺着田垄四处看看，寻找着有意义、有苗族特色的地方。我漫无目的地在田垄间行走，不知不觉间又回到了那座挂满红绢带的石桥。在细微的风中，绢带轻轻颤动，好像是无数个已逝的灵魂在风中飞舞。此情此景，配合着远处的如带青山，美得如画卷一般。我赶紧抬起相机，调试好镜头，找好角度，咔嚓一声，将这一幕定格。我连拍了好几张，翻了翻，每一张都很漂亮。我放大了照片看细节，蔚蓝的天，起伏的山，青绿的田野和绯红的绢带，每一个绢带上都绣着歪歪扭扭的苗字，每一个都象征着一个逝去的曾经鲜活的人。突然，我视线一顿，在层层叠叠的红绢带中，有一根颜色将退未腿的绢带被风勾到了空中，显露出了它上面的字沈，一个方方正正的沈字。沈剑清。我猛地抬起眼，我一直以为沈剑清的姓是他苗语的音译，没想到他真的是汉姓。他的父亲或者母亲是汉人。我放下相机，顺着照片里的位置寻找，果然在桥中央的位置发现了那根绢带。在歪歪扭扭的文字里，突然出现的沈，给我一种异样的亲切感。或许这里不只是我们几个到来过，第一个发现这个生苗聚居地的人也不是我们，但这个人的名字都绑在这里了，红绢颜色都不再鲜艳，必然也是很久很久之前的事情了。我又在各地转悠了一圈，美景当前，浮躁的心渐渐沉静。我忽然想，长眠在这里未尝不是一种幸运。秋露他们没有跟来，倒真是可惜了。我一边拍照，一边又无意间来到了一片竹林。这里离聚居地很远，也偏离田垄，背靠着一座大山，竹子生长得又高又茂，地上满满地铺了一层竹叶，它们细长而枯黄，脚踩在上面会发出清脆的声响。初夏时节，正是笋鲜嫩的时候，地面上、竹子下
有很多像锥子一样的笋，被深绿色的笋衣包裹着，但仍然散发着清香。我越过竹林走向深处，转过一个小弯道，眼前的景物陡然一变。在山后，不知道多少个如坟墓一般的小土堆出现在我的视野里，它们整齐地排列着，每一个坟茔的面积、大小、高度都相差不多，这让它们看起来不像是坟墓群，而是像训练有素的士兵。离我较远的坟墓看起来年代久远，黄土都与四周融为一体，离我最近的那个坟墓却更新。这些坟墓土堆上一个杂草也没有，很明显是常常有人修缮管理。可之前沈建清不是说山里面土地有限，不能土葬，所以都选择了火葬吗？那这些坟墓是从何而来？而且它们明显不是同一时期产生的，但却安葬在了一起，而且规格也一模一样。我越想越觉得诡异，而且墓地本就是阴气极重的地方，我这样胆大的人也不由自主地生出几分胆怯。正在这时，我听到高处传来一阵窸窸窣窣的脚步声，还有枯叶被踩到发出的声音。嘿，塔图，塔图！两个黑色苗服的男人出现在高处，对着我不断摇手，做出驱逐的动作来，嘴里也喊着什么，声音高亢，语气激动。看到活人，我的第一感觉竟然是松了一口气。我想解释，但语言不通，我只能尽最大的努力做出友好无害的样子。在他们激动的驱逐下，无奈地退出竹林。我回头看去，他们还站在高处，瞪大了眼睛戒备地看着我。见我还敢回头，登时举起拳头，威胁性地低喝，脸上因为夸张的恐吓表情而皱起深深的抬头纹。我只能无奈地快步出了竹林。出了竹林，我往回走，想要与他们会合。可当我走回堤坝时，哪里还有秋露、温玲玉和徐子荣的身影？他们三个应该也是去哪里转悠了。我这么想着，视线四处搜寻。这里地势平坦，一眼就可以看尽风光，但田间空无一人，只有一些绿油油的农作物在风中微动。田间没什么好看的了，我便向着生苗的群聚地走去，这样既可以寻找秋露三人，也可以等待沈建清，还可以拍摄一些生苗特色的照片，真是一举三得。一念及此，我举步向着落满了吊脚楼的小坡走去。或许是有了上次相见的缘故，这回苗民们看到我不再那么防备了，但也没有主动凑上来的。我想要拍摄一些照片，上前去征求主人家的同意，可他们却都装作我是个透明人，不听也不回应。你好，我可以拍摄一些照片吗？我对着一个中年的妇女轻声道。知道她听不懂，我还用相机不断示意她，手舞足蹈的。中年女人皮肤黑黄，浑身都透露着劳动者的辛勤。她瞥了我一眼，然后又转过头去，自顾自地拨弄着手里簸箕中的植物种子。好吧，她也不想理会我，我就不再自讨没趣，自顾自地转悠拍摄。他们对着我的摄像头也没有任何反应。我猜只要我没有过激的行为，这些苗民都不会与我主动接触。这样也好，落得清闲。我心里暗暗道。之前来去匆匆，我还没有仔细观察过这里。这群聚地占领了大半个山头，是依山势而建。站在最下面看，每一栋吊脚楼的上头又是另一座吊脚楼的屋角，以此层层叠叠，蔚为壮观。一层吊脚楼间有狭长的小道相通，在山口处开凿了一条悠长的山道，阶梯几近60度，危险十足，却只能以它来串联上下的吊脚楼。我大致估算了一下，
这里约莫有40-50栋吊脚楼，有接近200个苗民居住在这里。我站在山下，抬头望着一眼都看不到尽头的台阶，阶梯边连个扶手都没有，每级台阶都是凹凸不平的石板，稍不留神就会滚落下去。我咽了口唾沫，举步而上。这山里风景秀美，我一直想登到高处去，以俯视的角度拍摄一张全景。虽然这阶梯危险，但也是我唯一可以攀登的途径。我爬了1刻钟，累得满头大汗，抬头看，目的地还远得很，而脚下是高而险的来路。终于来到了一处地势稍微平坦的地方，我寻了个石头休息，双腿酸痛得很，脚踝发麻，膝盖的骨头都在叫嚣着放弃。但这个时候放弃，那前面不就白爬了？歇够了，我正打算继续攀爬，却忽然听到山道边的树林里传来低低的对话声。女子的声音我不熟悉，但另一个男生我却认得。虽然谈话的内容我听不懂，但那音色我却是绝不会认错的。低而不沉，轻若凤鸣。沈剑青在树林里。本来偷听是不对的，但我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，所以负罪感就减半。要不还是继续往前吧，不然一会儿他们出来看到，还是难免尴尬。我这么想着，起身准备走，可里面却突然爆发出一阵压抑着愤怒的低吼，是沈剑青。我实在好奇，脚不受控制地走向树林里。我放轻了脚步，想着就看一眼，如果有什么矛盾我就上去调解，如果没事我就悄悄走掉，绝不给他们带去负担和困扰。只见茂密的树林掩映下，女子艳红的苗幅张扬热烈，她头上戴着繁复华丽的头冠，脖子上压着银项圈，头发盘进了头冠里，露出修长白皙的脖颈，整个人像一只美丽的凤凰。如此美貌的少女，见过一面就不会被人轻易遗忘。她就是那天扶着老人出现的姑娘。当时我便发现了她频频看沈剑青，和沈剑青之间氛围有些怪怪的。今天果然印证了我的猜想，沈剑青被小女孩拉走，就是来见这个漂亮姑娘的。他和沈剑青站在树下，模样登对极了，堪称一对璧人。沈剑青侧身对着少女，露出流畅冷峻的下颌线，右眼睑上那颗嫣红的痣也随着他冷肃的表情而变得不近人情。那姑娘上前2步，想要拉沈剑青，却被沈剑青侧身躲过。他也不恼，只露出一种哀伤幽怨的表情，一双明亮的眼睛仿佛会说话似的，悠悠地盯着沈剑青。两人又说了些什么，最后那女郎垂下手，很无奈地点点头，眼中已经蓄满了泪水，转身一步一顿地离开了树林。难道是吵架了？看那个女孩的姿势，他们应该是很亲密的关系，不会是小两口拌嘴吧？那被我这个外人看到可就不好了。挪动脚步，我打算不惊动沈剑青，悄悄离开。可我刚退了一步，猛然看到我躲藏的那棵树上，竟有一只血红色的虫子攀着透明的丝线掉在我耳边。啊！我吓得脱口惊叫，往旁边跳来2步。自然界越是鲜艳的东西越是有毒，这么红的虫子我还是第一次见，它简直艳丽的让人感到不祥。虽然我躲开了虫子，但却暴露了自己的存在。沈剑青骤然转身，目光锐利如出鞘的长剑，直直地刺向我。可在看到我的时候，却惊讶地挑起眉毛，眼神柔和下来。尴尬不会消失，只转移到了我身上。那个，我不是故意偷听的，刚好走到这里，你们吵得很大声。沈剑青垂着头，听完我的话，无奈又苦恼地耸耸肩，说：
让你看笑话了。两卡刀，我叫沈剑青，看见的见，阿青的青。我见青山多妩媚，料青山见我应如是。爱一个人有错吗？沈剑青，你会撒过吗？一次阿哥，我不会撒过，当然没有错。